我是青丘帝姬，嫁给了天族太子莫玄。我们的孩子出生是条小黑蛇，他一怒之下将其斩成2半。为救子，我散尽千年修行，死后1000年，他为让白月光生出真龙，来青丘取我金丹。儿子引他到我的牌位前，说我已死。他嗤笑，让他别玩把戏，帮雪儿生下真龙，我可以接他回天族做平妻。白蓉，我给你发了12道诏令，你都置之不理，偏要我亲自来请是吧？莫玄一脚踹开狐狸洞的门，灰尘散去。我儿子站在洞中央，平静地看着他。你是谁？找我娘做什么？听到这个称呼，莫玄皱眉，将人上下打量一番，看到儿子那道从额头蔓延到胸口的疤痕，他厌恶道：野种就是野种，哪怕修炼1000年，也只能化成6岁小孩，不知道他保你活下来有什么用。儿子闻言，双拳紧握，可强大的龙息告诉他，他打不过莫玄。好在莫玄急着找我。白蓉在哪？让他滚出来！儿子咬了咬唇，我娘已经死了，帮不了你，请回吧。莫玄眸子一沉，冷嗤：怕不是知道雪儿怀了我的龙子，需要九尾狐的金丹保命，所以故意躲起来，想害死雪儿，让我接她回天族，继续做太子妃吧。他抬头看了一眼狐狸洞里面，抬腿就要往里走。儿子拦住他的去路。莫玄眼中寒意加重，一脚将人踢翻。白蓉，别藏了，我知道你在里面。等他进入里面的洞穴，看到我的牌位时，身形一顿，儿子也走进来。他用手背擦擦嘴角的血。太子殿下，我娘真的死了，金丹也早碎了，请你看在以前他助你夺得太子之位的份上，别扰他清修了吧。莫玄沉默片刻，伸手去抓我的牌位。不要碰！儿子连忙运气去拦，下一秒他就被莫玄发出的龙息死死压住。千年不见，莫玄的功力已突破天境，恐怕他发怒，就连天帝都未必是对手。只见儿子跪在地上，全身颤抖，青筋暴起，撑不到片刻，他已经倒地，疼痛让他来回打滚，惨叫出声。我的心瞬间被揪起来。警行！我伸手去扶儿子，手却穿过他的身体，我这才意识到我已经死了，死了1000年了。悲伤席卷我全身，我转身扑向莫玄。别压了，他受不住。莫玄，你个混蛋！可惜我已经成了魂魄，我的叫声以及拳头都落不到他身上。好在莫玄并不想要儿子性命，及时收了龙息。儿子躺在地上许久，想爬却爬不起来，最后躺在地上呕出大团鲜血。莫玄脚踩在他胸口，眼底没有半点怜惜。你一个野种，还妄想伤我，不自量力！你们是以为我多好骗，竟然在我面前玩假死这种把戏。当年他为了救你是损失了1000年修为，可他是万年一遇的九尾狐，这些修为对他来说不过损失了一条尾巴。像他这种大妖，就算没了金丹也毫无影响。儿子喘息着，看向他的眼神中都是杀意，可他太弱小了，弱小到莫玄眼神都不会停留在他身上太久。莫玄再次走到我牌位前，将牌位拿起。白蓉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你自己乖乖把金丹拿出来，否则当年你怎么保下来的这个野种，我就怎么杀了他。他手一扬，牌位甩到墙上，瞬间4分5裂。待莫玄离开，儿子躺在地上许久才缓了过来。他爬过去将我的牌位小心抱起，一点点拼凑起来，重新将牌位放回后，他整理了一下衣服，打开密室。密室里放着大块玄冰，一个没有尾巴的狐狸卧在冰面上，这就是我的原型。如果不仔细看，会以为我只是睡着了。儿子爬上冰，不怕冷样的在我身边卧下，他手覆盖上我的额头，嘴里念诀。很快，一股冒着蓝光的妖力涌进我的身体里。不要！1000年来，我每天都想要阻拦他把自己妖力给我，却没有一次成功。传送完毕，儿子变得更加虚弱，他往我怀里拱了拱，明明没有半点温度，却像是得到了什么暖意一样。娘亲，我好想你，我坚持不下去了，你快来带我走吧。我泪如雨下。儿子已经修行1000年，却依旧妖力低下，只能保持孩童模样。不是因为他是野种，而是因为他把所有的妖力都用来修复我的原型。尽管他知道这么做我活过来的概率微乎其微，依旧日以复日。我认识莫玄的时候，他还只是臭水沟的一条黑蛟，因为渡劫3次都化龙失败，天帝拒绝承认他是自己的儿子。我用青丘秘法助他化龙成功，又以青丘做陪嫁，帮他在天族站稳脚跟，一步步助他走到太子之位。住进东宫那天，他抱着我喜极而泣，他向天发誓此生绝不负我，甚至在我生产前，我们都是幸福的。直到他在战场上捡了一只小白狐唐雪，因为同样是狐狸，我对唐雪像亲妹妹一样。唐雪嘴巴也甜，总是给我炖各种补汤。我告诉他，我一定会给他找个好婆家。唐雪却红着脸说自己有了心上人。后来我早产生下儿子，是一条普通的小黑蛇。我没想到黑蛟出身的莫玄却看不起我为他生下的小黑蛇，他大骂我背叛了他，并且毫不犹豫将小黑蛇从中间劈开，宣告天下我与他人私通，免去我太子妃之位，又在当天迎娶了唐雪。我这才知道，唐雪的心上人就是莫玄，
他早早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莫玄虽然拒绝了他，却免不了被他吸引。为了救小黑蛇，我用了1000年修为。莫玄说的没错，我是九尾狐，1000年就会长出一条尾巴，用一条尾巴救活儿子，对我来说也没什么。只要有金丹，我只要继续修炼，继续长尾巴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其余7条尾巴在帮他夺位时，都为了保护他用掉了。在他受伤最严重那次，龙珠被打碎，我便把自己金丹送进他的体内，代替龙珠运转。本来剩下1条尾巴我也能活，可就在我将儿子救活之时，唐雪出现了。他用偷来的捆仙绳将我捆住，用3昧真火逼我现出原形，用我送给莫玄的剑砍断我最后1条尾巴，从肚皮一路剖到我胸口，徒手捏碎我的心脏。白蓉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爱错了人，挡了我的路。我这才知道，唐雪对莫玄一见钟情，他早就计划爬龙床，我早产是他害的。那些补汤里他加了禁术，封了我儿子的龙息，改了我儿子的样貌。唐雪将我的尸体拖到诛仙台扔了下去，一落诛仙台，我的魂魄开始飞散，没想到我儿子也跟着一起跳了下来。在重重迷雾中，我看到他护住我的肉体，也看到了他真正的原型。说是3天，不到1天时间，莫玄就返回来了。龙族力量太大，所以普通小妖根本怀不上龙子，就算怀上了，身体也承受不住龙子带来的压力。这也是莫玄一定要取我金丹的原因。他这次不仅带来了唐雪，还带来了10万天兵。青丘瞬间黑云密布，他抱着唐雪落在我的狐狸洞前，看到依旧只身一人的儿子，他动了怒。你们娘俩真是死不悔改！我已经警告过1次，他怎么还不现身？白景行，你如果能告诉我白蓉在哪，我就带你回天族，认你做义子，给你龙子的待遇，如何？去天族，别说做太子义子，就算是给太子做扫地小厮，也是各个小妖抢破头的差事。在他说了这句话后，儿子点了头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个条件。莫玄勾唇，你说。我想抱一下太子妃。儿子把自己姿态放到最软，所有人都不觉得奇怪。毕竟自从唐雪当上太子妃后，所有人都巴结她，儿子想要抱她，也只是示弱的表现。毕竟她是我这个原来的太子妃亲生的，她要想在天族站稳脚跟，自然是要讨好后娘。只有我觉得不对。在唐雪答应后，儿子在手触碰到她的一瞬间，亮出了自己袖中的匕首，白光闪过，匕首还没触碰到唐雪就被莫玄踹飞，儿子也在下一秒被莫玄踹倒在地。很快就有人将儿子擒住。你竟然敢伤害唐雪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！莫玄暴怒，吩咐人摁着儿子，拿起那个匕首就往儿子心口插去，1刀、2刀、3刀，儿子心脏很快被捅出个窟窿，血流了一地。别捅了，别捅了！我伸手去捂住那流血的心口，心也像是被人捅了，整个人痛不欲生。唐雪走过来，白皙的手腕握住莫玄的胳膊。别捅了，莫玄，我没受伤。莫玄收手。我就不应该相信这个野种。也许是姐姐还没原谅我。唐雪语气温柔。我已经害了她1条尾巴，就不要再要姐姐金丹了吧。是雪儿无能，没办法给太子生真龙。莫玄瞬间心疼坏了。是他自己作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一掌拍开我的狐狸洞，整座山都跟着震了震。白蓉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不然……他拔出剑抵在儿子的脖子上，我真的会杀了他。1炷香过去，洞口依旧空无一人。莫玄暴躁地走来走去，儿子嗤笑一声：我早就告诉你了，我娘已经死了，你要杀就杀了我吧。莫玄咬牙切齿。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？他真的动了杀意，可手上力气加重时，他又收了剑。忘了，就算杀死你，白蓉也能把你救活。看来只能用3昧真火了。我心一沉，我们青丘狐族属于冰系，最怕火，尤其是3昧真火。他吩咐手下去取3昧真火时，又吩咐另外一些人：你们去狐狸洞给我搜。儿子脸一白，最终却没说什么。直到那些人进去没多久，有个人喊了一声：找到了！莫玄和儿子一起抬头，一个惊喜，一个恐惧。莫玄大笑起来：我就知道白蓉不可能死，是你们娘俩在跟我。他的声音在触碰到我的原形后戛然而止。陛下，我们将狐狸洞翻了个底调，发现了一间密室，这个狐狸就放在密室的悬冰上，这恐怕就是白蓉。那人兴冲冲的邀功，没发现莫玄完全黑了脸，他一掌将人拍飞，提起我的原形，眼神隐晦不明。白蓉可是9尾狐，怎么会是这个没有尾巴的丑狐狸？去把这个狐狸给我烧了！不！他话音刚落，儿子激动起来，儿子挣扎着想要站起，却又被人狠狠压制住。不能烧，莫玄，你如果烧了，我不会放过你。这还是莫玄见到儿子以来他最激动的表情。莫玄盯着看了会，冷笑一声：看来这是你的相好，不过也是，野种就只能配杂种。如果你说出白蓉在哪儿，我就不动它。死了！儿子全身都在颤抖。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遍了，我娘死了，她就在你的手里。莫玄脸色终于闪过一丝慌乱，不过很快他又镇定下来。差点被你骗了，除非金丹散了，他才会死。
我一直能感受到他的金丹就在附近。这时，唐雪忽然站不稳，往旁边一倒，有人惊呼：“太子妃！”莫玄上去将人扶稳。唐雪眼圈发红：“莫玄，别找了，姐姐不会出来的。”她敢。莫玄最后一丝耐心耗尽，正逢取三昧真火的人回来了，他吩咐手下人将儿子放在架子上，底下堆起火堆。是我心太软，手下留情了。莫玄大吼一声：“白蓉，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不出来也不用出来了，我就用他炼的丹宝胎。”三昧真火一扔，儿子惨叫起来。我体会过那种感觉，知道儿子受的什么样的煎熬。我尖叫一声，想要用身体将火扑灭，却根本不可能。我只能扭头跪在莫玄面前，莫玄，求你不要烧他，景儿受不了的，他身子很虚弱。我哭得惨烈，苦苦哀求没有用，儿子在火里挣扎。我看向莫玄的目光也转为愤怒。莫玄，当初你要登天，要高位，我抛弃一切帮助你，你说会爱我一生一世，你就是这么爱我的，你如此忘恩负义，一定会遭报应。忽然，莫玄往我这边看来，他浑身一颤。停！我好像听到白蓉的声音了，我呆愣住。莫玄依旧直勾勾盯着我所在的方向看，他像是能看到我了一般，伸出颤抖的双手。白蓉，你是不是就在我面前？我整颗心都被揪住，难道是我的金丹感应到了我的灵魂？可就在莫玄即将要触碰到我的脸时，唐雪惨叫一声：“莫玄，我好疼！”莫玄脸色一变，当即跑到他身边。唐雪白着一张脸躺在他怀里，嘴唇被咬得出了血。自从她怀孕之后，御医就一直待在她身边。把过脉后，御医再次叹气：“太子，如果再没有金丹护体，太子妃恐怕有性命之忧。”唐雪眨眼：“莫玄，我不想死，你救救我！”莫玄心疼坏了，把人抱得紧紧的。放心，雪儿，我不会让你死，哪怕是上天入地，我都会把白蓉那个贱人找出来。他们两个情深意切的模样刺痛了我的眼。曾几何时，莫玄也是这样将我搂在怀里安慰，在我刚怀孕时，他也是这样的小心翼翼。原来誓言是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。安慰了唐雪两句，莫玄起身，将刚才甩在地上的我肉体捡了起来。没有玄冰的保存，我的毛发已经不再鲜亮，稍微一碰，毛发像枯死的树叶一样掉落。在刚才莫玄喊后，三昧真火已经小了，儿子被烧得全身黢黑，目光如炬地看着他。白景行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只要你把白蓉下落说出来，我就原谅他曾经对我做的那些事。莫玄是个极其骄傲的人，哪怕是当年在天帝面前都不曾弯过腰。他又是极其痛恨背叛的人，曾经他的好兄弟背叛过他，他当即把人碎尸万段，所以他说这句话已经算是服软。我没想到他竟然爱唐雪到这个程度，竟然为他主动弯腰。儿子却冷笑一声：“莫玄，你还想让我娘回去？我告诉你，他不稀罕，也不爱你了。”本来还算平静的莫玄听到后面4个字变得癫狂，他手一挥，三昧真火再次燃起。你胡说八道，他怎么可能会不爱我？此时火焰比刚才还要剧烈。看到莫玄眼中熟悉的杀意，我心一紧，他是真的要杀了儿子。我当即凑近他耳边，学着像刚才那样给莫玄说话，只可惜他整个人处于愤怒之中，什么也听不到。儿子立在火中，脸上写满了决绝，直到莫玄将手中的我往火里一扔，他的脸上才再度有了波澜。不要扔！话已经说完了，我的肉体已经落入三昧真火。娘亲！儿子发出绝望的惨叫，他开始挣扎，只不过捆他的是捆仙绳，没有人能挣脱得开。我绝望地看着这一切，心里却忽然平静下来。这么多年来，我看着儿子一个人生活，一个人练功，就算是回到了青丘，却没有一只狐狸能接纳他。所有人都觉得他丑陋，事事欺压他，他却不曾反抗过。也许这样对我和他都是一种解脱。我们2个人很快就能相见了。莫玄听到他的称呼愣了愣，很快又摇摇头：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会死？可他眼睛里明显有些动摇。这时唐雪走过来：“莫玄，我们回去吧，这里太冷了。青丘地处寒地，普通狐狸受不了这里的阴气。”莫玄害怕唐雪的身子受不住，搂着她要离开。就在他们转身的那一刹那，一声龙啸腾空出世，三昧真火越烧越烈，一条龙从火中飞至天空，巨大的龙吟撼天动地，所有天族的人都惊呆了。是青龙，竟然是青龙！龙也分等级，其中青龙最为高贵，最为罕见，就连如今天地也只是一条金龙而已。强大的龙息笼罩了整个青丘，所有人都出来观摩这条青龙，我眼泪激动的都要流出来。这条龙我是见过的，在我被扔下诛仙台后，儿子就是这个模样，他根本就不是什么小黑蛇，是龙，还是高贵无比的青龙。而莫玄在看到青龙之后，嘴就没合上过，直到儿子在空中盘旋2圈，最后缓缓落地幻化人形。他已经完成蜕变，身形从6岁孩童变成20岁青年的模样，脸上的疤痕也完全消失，脸色瞬间变得有光彩。他怀里抱着我已经烧焦的肉体，儿子伸出2根手指在我额头上轻轻一点，黑色毛发一点点变白，我又恢复了原样。他用龙息将我封存，做完这一切，他才抬头看向莫玄。此刻莫玄已经认出他就是儿子，脸上的表情很是复杂，惊喜、愧疚掺杂在一起，百感交集。片刻后，莫玄活过来一般：“你是龙，你竟然是龙！”他激动地拍手：“你原来真的是龙！”很快他又意识到什么：“你既然是龙，那说明我娘根本就没有背叛你。”化龙之后，儿子整个人气场都不一样了。他告诉莫玄：“我本来就是龙，
只不过当年有人给我娘吃的东西里下了禁术，改变了我的容貌。莫璇瞳孔一震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可谁会有这样的胆子给你娘下药？不怪莫璇怀疑，当时我是天族太子妃，又有青丘帝姬的身份加持，谁见了我都要喊一句老祖宗。确实是没有人会有这个胆子。是谁天天住在我娘的寝宫里？又是谁天天给她熬补汤，一口一个姐姐的叫着，却又背地里勾引她的男人？儿子一字一顿，我不相信你猜不到。太子殿下，最后4个字他念得极重。莫璇看向唐雪，脸色铁青，是你。唐雪瞬间慌了神，她大着肚子抱住莫璇的胳膊，不是莫璇，你不要听他乱讲，就算他是龙，也不代表白蓉没有背叛你啊，也许是他跟别的龙生的。此话一出，莫璇看向他的目光更奇怪了，他不知道龙之间是有感应的，就算本人认不出，龙息也会认出自己的骨肉。莫璇质问他，所以这件事是不是真的？当初这一切都是你搞的鬼？唐雪被逼问到脸上血色尽失，她全身颤抖，忽然两眼一翻，倒在莫璇怀了。我肚子疼，莫璇，我肚子疼，你先救救我。到底是做了1000年的夫妻，见他为了怀自己孩子连命都不要了。莫璇没有心狠到那个地步，他将人抱住，抬头看儿子，就算是当年是唐雪陷害了你们母子，现在也已经过去了1000年了。你是真龙，你母亲是九尾狐，就不要跟一个小狐妖计较。等唐雪生出你弟弟，我会处罚他，也会把他的孩子过继到你母亲名下，也会还你母亲清白，让他重回太子妃之位。你现在就把你母亲喊出来，让他把金丹借给唐雪吧。莫璇将自己姿态放到最低，他自以为给了我和儿子交代，儿子一定会欣喜若狂接受，谁料他只是冷眼看着莫璇，你还真是一如既往让人失望。我母亲受了那么多侮辱，就被你一句以后处罚轻轻接过了，我就知道你靠不住。既然你不愿意惩罚他，那我来。儿子直奔唐雪而来，莫璇将人挡着身后，手上运气，黑色的妖力和青色妖力碰撞在一起。儿子到底是年轻，根本就不是莫璇的对手，很对他就败下阵来。不过他依旧不放弃，直接化身原形。莫璇跟着一起，黑龙和青龙在空中争斗，青丘都跟着震动。打了许久，儿子被莫璇压制住，直接摔在地上。莫璇的剑抵在他脖子，眸子却不似刚开始那样冰冷。景行，我知道你气不过，但我说会给你们一个交代就会给，你不要小孩子气，这样以后怎么样继承我的位置？呸！儿子嗤笑一声，谁要继承你的位置？你今天不让我杀他，我就明天杀，后天杀，除非你杀了我，不然早晚有一天我会杀了他。莫璇面露凶狠，你以为我不敢是不是？很快他又泄了气，当年确实是我不对，你母亲不肯见我就算了，只要他把金丹拿出来，我就任凭他处置。金丹，金丹！儿子蓦然红了眼，你想要金丹是吧？我告诉你，那颗金丹现在就在你的身体里，他早就给了你了，你想要就自己把金丹剖出来给你的小情人吧。莫璇震惊，你说什么？他的金丹怎么会在我的体内？明明我体内运行的是不是真的？只要用心感受一下就知道了。他闭上眼睛，很快又睁开，痛苦在他脸上无限放大，他往后退了2步，怎么会这样？儿子双眼赤红，莫璇，你上过那么多战场，杀死过那么多妖，你真以为是自己天赋异禀，强大无边？殊不知你那些成功都是用我娘的尾巴换来的。你受过多少伤，他就掉了多少尾巴。1500年前，你跟黑山虎妖大战，他一掌震碎了你的龙珠，是我娘把自己金丹给了你。很多事我都不记得了，然而儿子都记得，可能是因为我给了他1000年修为，所以连带着很多记忆给了他。儿子没有跟我在一起生活过，脑海里跟我有关的记忆不多，他便一次次回忆我的事情，靠着那些回忆过活。他口中的这些事，都是我和莫璇一起经历过的，他不是不知道，只是忘了。儿子说出来一件，他脸色就惨淡1分，导致后面他整个人精神崩溃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！莫璇双手抱头，怒目圆瞪，我让你别说了！他一掌甩出去，整座山抖了抖。最后一件事，儿子残忍告诉他所有真相。我娘为了你失去7条尾巴1颗金丹，为了我失去1条尾巴，最后1条尾巴是被你的小情人硬生生砍断的。你的小情人杀了他，将他扔下诛仙台，挫骨扬灰。天空忽然飘过乌云，整个青丘变得灰暗，闪电乍现，照亮莫璇那张狰狞的脸。怎么可能？莫璇捂着胸口，白蓉怎么会死呢？他不会死的，不会的！他又开始发疯，大声呼喊我的名字，却没有人回答。儿子站在雨里，告诉他，那天我娘被拉着去诛仙台时，好多人都见了，只不过他们不敢惹新任太子妃，所以没有一个人上来阻拦。你如果不信，可以去问问那些人。莫璇刚准备回天族，唐雪再次跑过来，莫璇，你可不能相信他的话，他就是故意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。莫璇却看都不看他一眼，执意往诛仙台的方向走。唐雪故技重施，整个人倒在地上，伸手去拽莫璇的衣摆。莫璇，孩子又开始折腾我了，你帮帮我！莫璇毫不犹豫将他甩开，声音漠然，你给我滚！莫璇化身一道黑影往天上飞去。唐雪看着他的身影，紧紧握着双手。没关系，他告诉自己，那些人他早就处理掉了，已经没有记得当年真相的人了。莫璇去了不到半个时辰就回来了，他脸色平平，看不出是生气还是怎么样。唐雪心微微一松，迎上去，莫璇，你回来了，找到那些……他话还没说完，就被人掐住脖子。莫璇将他高高举起，眼底杀意泛滥。莫璇将他高高举起，眼底杀意泛滥。唐雪，你竟然敢杀白蓉！唐雪摇头，我没有。你是听谁说了什么吗？我什么都没做，你相信我。莫璇眸子一暗，
将人重重摔在地上。你还想骗我到什么时候？他将袖子东西直接甩到唐雪面前，是一只灰色已经死掉的老鼠。唐雪顿时瞪大了眼睛，全身止不住颤抖。你怎么发现他的？这只老鼠是鼠族大巫师，因为修炼禁术得罪了鼠皇被赶了出来，是他教给了唐雪禁术，也是他害我流的产。我这才知道莫玄原来没有那么爱唐雪，是这只老鼠给他下了咒语，所以他情不自禁爱上了唐雪。莫玄回天族问了诛仙台所有人都没有问到结果，他以为是儿子说谎的时候，我的金丹指引着他去了唐雪的后宫，他这才发现了唐雪宫殿有个密室，这只老鼠生活在里面。老鼠为了活命，将所有真相全盘托出，不过他高估了莫玄的信誉，愤怒的莫玄一把将他掐死，带来跟唐雪对峙。如今事情败露，唐雪也不再遮掩，他跪在地上哭泣，莫玄，我错了，可我这么做都是因为我太爱你了，我对你一见钟情，你原谅我吧，看在我给你怀了龙子的份上，原谅我好不好？他不提自己的肚子还好，提到自己的肚子，莫玄变得更加暴怒。龙子，莫玄冷笑一声，拔出剑，你真的怀上了吗？是因为装的时间太久，你都忘记你根本就没有怀龙子的资格了吧？他直接将剑捅进唐雪的肚子里，在一声声惨叫中将肚子剖开，一团黑气闪过之后，唐雪肚子立即瘪了下去。众人一看，哪有什么笼子，里面是空的。唐雪是假怀孕，她当年杀我时是想要拿到我金丹的，可她找了1000年都没有找到我的金丹，害怕夜长梦多，他想了这么个主意，血流了一地。唐雪整个人都在抽搐，他伸手想要抓莫玄，好歹我们夫妻一场，你真就这么心狠？难道你对我的誓言都是假的吗？是假的。莫玄猛然落了泪，他脸上写满了悔恨。你怕不是忘了，是你给我下了咒，我才会爱上你。如今老鼠死了，咒语没了，我根本就不爱你了。不爱了3个字，比莫玄捅唐雪100下还要痛。唐雪仰天笑了2声，忽然起身，对着莫玄的剑冲了过去，直接抹了脖子。既然他死了，你就重新爱上了他，那我死了，你也会爱我吧，也会为我哭吧？他抱着这样的想法死去。事实上，莫玄却连眼皮都没抬，他等着唐雪魂飞魄散后，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儿子，然后道了歉。景行，爹错了。景行站在那里，语气平平，你认错人了，我没有爹。莫玄苦笑一声，他没指望对方能轻易原谅自己，他讨好一样的看着儿子，那个没有尾巴的狐狸是白蓉吧？能不能让我再看看他？儿子冷声道，我娘不想见你，你也不配看到他。你说的对。莫玄仰天长叹一声，我是个罪人，我当初怎么会以为你娘背叛了我？明明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对我好的人。发出这些感慨之后，莫玄的剑捅向了自己胸口，在儿子错愕的目光中，他硬生生将金丹挖了出来。金丹在空中发着浅色的光，莫玄抬手将自己大半的妖力都注了进去。景行，我能感受到你娘的存在，她的魂魄也许没有散尽，大部分妖力离开后，他整个人站不稳，直接跪在地上，嘴角也溢出了黑色的血。你把他的金丹送到他的体内。莫玄缓了缓，起身，我去找天帝要结魄灯。莫玄这一去就去了3天。儿子将信将疑地把金丹送进我的体内，我的肉体被金光笼罩，没多久，肚子上的伤口竟然奇迹愈合，还长出来了一条新的尾巴。儿子惊喜地看着这一切，毕竟他为我注入妖力1000年都没有达到这样的效果。3天后，莫玄来了，比起3天前，他的伤更严重了。问过才知，他去找天帝要结魄灯。天帝得知了这些天发生的事，觉得他为了女人散去大部分妖力很不可思议，告诉他，一个女人死就死了，再娶一个就是。那是莫玄第一次忤逆天帝，他说自己已经对不起我1000年，他不会再找第3个。他坚持要结魄灯，天帝气坏了，跟他说，你如果能承受3000雷刑，我便把结魄灯给你。于是这3天雷声不断，莫玄又被削去了上千年的修为，连龙形都维持不住，当众显出黑蛟模样。人们得知自己尊敬的太子不是真龙，当即告到了天帝那里。于是天帝取消了他太子的身份，将结魄灯给他后，将他贬出天族。几千年的心血毁于一旦，莫玄看起来却并不后悔。他说，以前不懂什么是最珍贵的，现在知道了，却太晚了。儿子将结魄灯放在我的床头，每日住以龙溪。莫玄在青丘住了下来，儿子不让他住在狐狸洞，他就住在距离狐狸洞不远的地方，每天送来很多东西，似乎想要弥补儿子1000年来空白的父爱。如此过了500年，在一个清晨，我感觉身体一沉，在睁眼，躺在悬冰上，刚起身，密室被打开，儿子手中的东西掉落在地上，下一秒，我被人紧紧抱住，结魄灯劫回我的3魂7魄，我重生了。儿子痛哭流涕，激动的只会喊娘。我拍了拍他的后背，一声声应着。刚醒没多久，莫玄来了，看到活着的我，他先是大笑2声，然后落了泪，大悲大喜。也不过如此，他迟迟不能平复下来，眼睛却不舍得在我身上离开。白蓉，蓉儿，是你吗？我没说话，他走过来，伸手碰到我温热的手后，跪了下来。是你，是你。他发了狂一样确认，你真的回来了？是啊，我回来了。我收回自己的手，淡漠地看着他，所以你可以走了。莫玄整个人一震，儿子看出我们2个人之间有话要说，主动离开。莫玄讨好一样的过来抓我手，小心翼翼的模样，就像我第一次见他那样可怜。蓉儿，你一定是不知道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才对我这样。他强扯出一抹笑，这一切都是唐雪搞的鬼。我知道什么？我平静地看着他，所有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。你说的对，
我的魂魄一直留在景行身边，所以我亲眼看着他怎么被你打伤，怎么被你捅刀子，又是怎么画的龙。莫玄，他是给你下了咒，可以你的强大程度，那些咒语对你来说其实没多大作用，不是吗？莫玄浑身一顿，他支支吾吾还想说什么，被我一句话堵了回去。如果你真得爱我，就离开吧，我不想再见到你。莫玄最终还是走了，他告诉我有什么事我都可以找他，他不会走太远，就在附近。以前他对不起我们母子2个，现在想要弥补。就在他走后，我跟儿子一起离开了青丘，之后在3界游荡千年，再没跟莫玄相见过。有人说他一直在找我，有人说他成了疯子，守着我的狐狸洞1年又1年。